是哦。哦，你問他，你们倆以前認不認識啊？啊？你們倆以前認不認識啊？不認識，不認識。哦，是最近才認識的，對吧？對。那我也是你們兩個的媒人嘛。對，謝謝你啊，謝謝你啊，謝謝你啊。是啦，這台820 RR，然後它的售價是41800，41800，對，人民幣。大家羨慕嗎？全台灣應該所有的直播主，我第一個摸到實車的。哇，它這個就是像它上面講的，它的 CC 數是820，就是820。對，是的，精準的是819，馬力是這個標準版的是135匹，然後我們還有一款就是中配版的。就是 RR-R 版的是145匹，然後我們還有一款就是頂配的全碳纖維的車身的哦，然後包括它用了鈦合金的連桿、鈦合金的氣门，然後它的馬力是150匹，150匹，對，是的。所以它的售價也會比較高一點，會高一些。那張董事長，那個我們這樣的一個車廳，我在全網都缺車啊，大家都對，是的。那台灣那邊很多小夥伴，大家玩重車圈，大家都把你視作神啊，謝謝。那大家也是很想要買這台車，甚至有的已經在網絡上開到2倍半的價錢。對，而且還有人拆散弄回去台灣了，在路上了，掛牌哦，還是有人買。這個有點慚愧哦，因為產能不夠，讓大家等這麼久，然後我們現在。現在呢，我們又新增那條產線，我們到產線去看一下。來，我們多摸一點，幫你們摸車，去看一下。好的。之前呢，我們就只有一條線。是。你的腳怎麼啦？沒事是吧？OK。我們之前只有這一條線，這條線的產能呢，一天，就是一個班大概只能生產個200多台。200多台。哦，然後我們新增了一條線，這條線呢又能新增100多台，然後現在我們開的是雙班。因為這樣的關係，我看你一直在招工程師，非常缺這樣在招。這個是生產和工程師呢不太大關係，就是工程師呢是用來幹研發的這個工作的。研發呢就是我們現在有很多項目要開發，然後就是有多少工程師就能幹多少產品。工程師不夠就幹不了產品。我們現在一共是280個工程師。哇！我們計劃到明年的話，我們要招聘到500個工程師。500個。所以張總最厲害的就是他把所有的工程師的薪資都提供了20%。哇哦！對，好老板，謝謝。好老板。我們的產線的同事的工資也是周邊，就是同城同崗，我們高20%。對。我們為什麼這麼做呢？好厲害。原因很簡單，因為我工資稍微高一點的話，那麼大家可能就不會想到，哎，我要跳個槽啊什麼的。那這樣子我的人員就很穩定，人員穩定了，它質量就會穩定一些。比如說你經常換崗位、換人，它就容易出現一些質量問題啊。看一下他們組的那個，我很好奇，可以看一下，我們照一下他們在組裝。這邊呢是最後一個工位，這邊呢是上發動機的工位。哇，下面那個是機器人的，那個會移動的呢，那個機器人呢，是它做好了以後呢，它就自己會流走。然後你注意哈，我們每一個工位上面都有一個攝像頭，那個攝像頭是幹什麼用的呢？就是比如說，你買了一台車，你發現某一個螺絲沒打緊或者漏了，對不對？我們馬上用攝像頭就可以溯源，就可以查到那一台車，可以精準的查到那台車。然後現在呢，它還起到了一個新的功能，是什麼功能呢？就是比如說我們人的动作，你看每一個动作都是固定的，對不对？是。只要他沒有做這個動作，他後台有一套 AI，然後馬上就報警，報給他的主管或者報給質量，然後人就會馬上過來來檢查你這裡是不是真的有漏裝啊。這就是視覺方案是吧？對，是的。這是視覺方案。現在後面有一套 AI。對，這是工程4.0，這是5.0，很厲害的。是的。然後當然這個也比較貴哈，我們只是在一些觀眾工位，我們現在在開始試用，然後試用 OK 了，我們可能會在更多的工位，就是全部讓它鋪滿。他為了質量要快速超過日本車企，他用了很多猛料啊。真的。努力，我們邊走邊看吧。好的。我們多拍一些他們坐車的細節，因為這位觀眾朋友一定很有興趣看他們的產能的產線。
然後您對摩托車可能比較了解一些，我記得以前你還賣水車的，是不是？賣水車嘛。來，你來看一下我們的線束啊，我們所有的插頭看到沒有，全部是防水插頭，看到沒有？防水的，它就是帶這種膠套、護套啊。對，就是就是不容易進水，对，不容易進水，它就不容易出現接觸不良啊什麼的啊。因為摩托車冰在外面，它要風吹日曬嘛。是每一個全部而且你還可能以前我們水車不太容易有這個。這什麼意思？你看我上面包了一個海綿，對。這個呢是我們就是空對空的插，比如說我有的是直接插在零件上，零件是固定在那裡，對不对？然後這個呢屬於空對空，空對空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這邊沒有零件，這邊沒有零件，空對空，然後再放在那裡，放在那裡車子它會震動，它如果沒有這個海綿，它可能就會和那個殼子啊，殼子會產生這個震動有響聲，對不對？那我包一個海綿就可以消除這個震動，消除這個聲音。讓 NVH 更好了，讓它更寧靜，要不然它就靠到可能壞掉或怎麼樣產生故障，就很注重細節了。是啊。館長，你看這個鋁合金的車架跟搖臂都是我們中國做的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我第一次看到後搖臂的時候，我整個起雞皮疙瘩，哇，好漂亮！等一下，我帶你去看一下我們的後搖臂擺在哪裡啊？我看一下後搖臂啊，在那。往前走。看後搖臂之前，我要給你看一下這個。好，來。我這個還不算，我應該要給你看後面那一個。來，我給你看後面的那一個啊。我看一下我們的後踏腳在哪啊？在這。哎，這也是前踏腳，我們的後踏腳在哪啊？在這。你看我們的後踏腳就是我們就是車子用久一點或者比較低端點的車，我們加油的時候車身到處都在震，對不对？你看你來搖一下這個有沒有間隙？有沒有？一點點間隙都沒有，就一點點間隙都沒有。收上來一點點間隙都沒有啊，打下去也一點點間隙沒有。這個方向的和這個方向的都沒有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精度控制的特別高啊，就是這個就會讓我騎到這個車，我給油的時候它就沒有那種鬆散感，對，它就是很緊湊的。車子也沒有所謂的膠啊其他的異響，沒有異響，對，是的，拉，它變成很注重這些小細節。然後你看這個小擋板，這是我們前主踏腳不一般有個擋板擋住腳嗎？这個表面質感是不是很舒服？拉絲工藝，你看這個拉絲工藝。這個一個是表面，另外一個還有這個刀紋，我們正常都是用沖壓下來的，沖壓下來它這個就比較容易產生毛刺。然後我們是用加工中心刀給它走一圈，走一圈，這邊就很舒服，不会割到人，不会割到人。你可以感受一下，摸摸看了，你摸摸看了，很舒服的，而且很輕吶，他的車就是輕，法絲紋啊。哇，中國機車啊，No. 1，真的。其實現在我們整個行業水平哈都在大幅度的進步，對。那和10幾年前比哦，就是完全不一樣了。來，這是我們的平叉，這個就是全部是拋光以後再拉絲，因為它拉絲以後它的那種質感會更好，所以。大家都還是蠻喜歡這個平叉的，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很好看，真沒想到有一天可以做出。那天我不是在採訪以前那個 CBR 29 NSR 也是用這種工藝，對不對？你不是你騎過那個 NSR 嗎？是吧？你知道我騎壞了2台 RGV，RGV 和 NSR 是同一時期嘛？我知道還有 TDR 嘛，3台。我都騎，那時候就機油啊沒有加的那麼好，因為它是要對機油的嘛。然後騎拉缸了，那個時候。要搞到結石去，然後重新去那個鑲一個鋼套這樣子。這個莫礦嘛，不會很重，不會很重啊，真的很輕吶，這個只有4.8公斤，5公斤不到。不含避震器了，不含避震器了，只有平叉，只有這個叉而已啦。我再給你舉一個，我們做一些。很小的這種微創新，但是對我們的工藝和生產節拍起到了很大的提升的作用哈。你看我們所有的車子的那個都要裝方向軸承，對不对？對，這個方向軸承。我們傳統的做法是怎樣呢？是壓裝方向軸承以後，然後再拿到另外一個工位去給它塗油，然後再拿到另外一個工位去打車架號，那我們現在是怎樣做的呢？我們現在就是它在壓裝軸承的時候，我同時就給它注油了。但是為什麼以前大家都要分成2步工藝呢？因為壓機它是一個公司做，然後
做那个注油的機器，它是一個公司做，然後就沒有一個又做注油的，又做壓鑄的。那我說你們兩個都過來，來，我們聯合一起做個聯動開發，相當於是一個很小的創新。然後還有就是。你要打碼的時候，我在壓裝軸承的時候，它本身就是靜止的，對不對？那我這個時候我就讓它的激光打刻在那裡，狙給它打掉了，相當於我車架我可以減少2次移動，對，然後減少2次搬運，減少2個工位，這樣子。就考慮到精度跟成本，全部都合而為一在一起做的。對，是的。以前要這邊做完要搬走，對，要搬到別邊再做這樣。對對對。它有3個工序嘛，一個是給車架打碼，另外一個是壓裝軸承，再是塗油。我把3個工位就3合1整在一起了，這樣精度也會更高。你看，就像他談戀愛和買房子一次就搞定了，他也是3合1，談戀愛買房子升值10倍一次就搞定了，是不是？你這樣子，你一直拿這件事來笑我，真的是。這不是笑，這是羨慕嫉妒恨啊！然後這邊呢，這邊來看，就像我們現在。我們這個工位是裝剎車盤的，裝剎車盤，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扭力槍啊，它的扭力是正負3%，就是閃差會特別小，精度會很高。然後我們每裝完一套輪胎，哎，我還要給您介紹一下我們的裝胎和全球所有的裝胎不一樣，不一樣，我給你講一下啊，分享一下。這個工位呢，是我們打動平衡的工位，就是我們輪胎為什麼打動平衡呢？就是我們的這個車速很高，所以輪子的轉速也會很高。轉速高了以後，比如說你會有20克的不平衡，車子就會這樣子就會跳。你應該有這種感受。汽車也有。給它配個平衡就不一樣。然後我們以前的配平衡都是怎麼配啊？就是我們輪胎會有一個裝氣門嘴的位置，我們默認為輪圈的那個位置，默認為它輪圈最輕的那個點，然後呢，把輪胎的重點和輕點，所謂的輕點就是裝氣門嘴的那個位置對齊，對，然後再去配。我們不是這樣子的，我們是把輪圈就是這個輪毂，我們先實際真實的測出來它的輕點在哪個位置？它是大概率不在氣門嘴那裡的。對，我知道啊，它是我們把輕點配出來，然後和輪胎的重點在一起。為什麼這麼做呢？就輪圈的輕點和輪胎的重點剛好配合在一起，它有可能抵消。就是我可能有不用貼那麼多那個平衡塊了。對，就是我就第一我的總量會大幅度下降，就是我貼這個配重塊的總量會大幅度下降，而且我可能會有幾十的。圈，是剛好他自己抵消完以後，是不需要。對。說實話，不貼那個還是要好看一些。是的，肯定嘛。但是你不能，我不能做到100%絕對平衡，但是我可以減少。比如說以前我是每台車必貼，但是我現在可以做到可能20%、30%的車不用貼。那這樣，你看我減少了我平衡塊的消耗量，用戶他感覺也更舒服，然後我的工時也會更短，對不對？是這樣子。成本也省一點點，對，一點點。就是我們省成本呢，要在工藝上、技術上來降低它的成本。你看我們在人工上面，其實我們的人工比別人高，但是高這幾十塊錢，比如一台車攤下來可能高個幾十塊錢人工成本，這個無所謂的，因為這個車4、5萬塊錢一台，你多個幾十塊錢人工成本無所謂的。就為什麼我剛才其實還有說，我說我們為什麼比別人高20%啊？我有一點點想裝逼的這種感覺，我不想自己覺得自己是張扒皮就是。大家收入高一點，大家也開心一點。哎，我覺得我這樣子，我開工廠，我心裡也很舒服，對不對？對。老是去扣那個工程師很不好，從員工身上。你可以抱一下這個輪胎，你抱一下，真的是很輕的，這是後胎。哦，很輕的，很輕的，真的很輕的。而且加工很漂亮，你仔細看，加工很漂亮，真好。這世界等級的啊。這個輪胎我也跟你介紹一下，用的也是我們台灣企業振興的，對，這振興輪胎，而且這是他跟振興聯合開發。你看這個曲面角度，上次我們兩個私底下喝酒，他跟我偷講的，我可以泄露一下你的機密。他這個曲度全部都是他跟振興兩個研發出來，不要看出來，看起來是一個普通的曲度。他說每一個角度他都有跟振興一次的反覆的去。然後我還要跟您介紹一下就是這現在看不太到，稍微磨一下啊，這裡大概看得到。你看到這裡有條線，看到沒有？是，有。就是中間這一段，
因為我們車子垂直的時候，就是它的抓地力相對比較好。但是呢，這個時候我們是用的最多的。所以我用的這個膠料呢，就是半熱熔，中間這部分是半熱熔膠料，它更耐磨。雖然它抓地力比差一些，但它更耐磨。但是我車子是正的時候，我抓地力是足夠用的。对。但是兩側呢，這個就是全熱熔。哦。全熱熔呢，那我壓彎的時候，因為我的那個會需要更大的抓地力，然後保障我的安全嘛，所以這一側就是全熱熔。我現在輪胎可以做成這樣，很聰明啊，張總很聰明的，聯合開發的。然後我這個輪胎呢是 S5，然後我們80 RR 用的是 S7，S7 比 S5 又高一截，高一個階，高一個階的意思是什麼呢？我們把中間半熱熔的膠料又減少到這麼多了，就是我只需要它中間那一點耐磨就行了，然後周邊我給從15度開始，我就是用到全熱熔，這樣子我的抓地力會更好。這是它特別定制的，像這些都是我們買不到，這是它特別定制的。我們和 CST 一起聯合研发的，是的，合作的。那变成說以後也很好啊，就是說我胎磨完了，我只能裝我喜歡這個胎，我就往這個。它用的耗材的品牌都非常，像它機油是用那個壳牌的瀉油的啦，都是很好的啦。哦。來這邊呢，就是我們的發動機。哇。這個就是那個冠軍的那台發動機，冠軍發動機820三缸的。我們為什麼會就是車會這樣子？我們輕量化做的非常非常的足。你看這個是高壓包，叫點火線圈，你看我給它做一個限位哈。我這個支架同時用來做它的限位，你看我裝在這，你看限住了吧，对吧？它不能旋轉了，就定了角度。然後同時呢，我又有限速在這裡固定。常規以前呢，我們都喜歡把它做成金屬的，因為金屬的便宜，就是一塊鐵板砰衝壓一下就下來了。对。但是注塑呢，開的模具費就要更高，但是我可以輕啊，更輕很多。然後我們就濃輕的，像這些啊，我們不是用的那個鋼的，這個是用的鋁合金的。這些都是鋁合金的。就是幫他做排氣管的老闆說他是個瘋子，一克再減啊，就是精準到克再減重量啊。是的，就是我們做產品呢，就是要一點一點的去摳，它才可能好。是你也不可能說我把一個東西做好了，別的東西小東西不做好也。它還是不好，對吧？佩服。到這邊我再給您做一個介紹哈。好的。我看一下，我給您介紹一下這個工位，就是我們打這個方向柱的工位。打方向柱的工位，它現在已經施工完了哈。等一下，你看它施工的時候，我們和其他車廠的施工又不一樣。就是我們打上面那個大螺母的時候啊。其實我們打的時候，包括修車的時候，我估計你賣過水車，你多多少少也調過方向軸承啊。一定有。我們打最上面那個大螺栓的時候，一定是把方向轉到最右邊，然後使勁把它扳緊。對。扳緊呢，這裡面有個問題是什麼？它真正受力的是下粘板。然後上粘板它可能會被上面那個螺栓帶着往順時針旋扭一點點。這可能就是0點幾度的啊。對。但是呢，我們為了讓它的就是我們的方向和我們的前輪更垂直更正，那我們就要解決這個問題。那等一下它馬上要上，你看我們限位線在哪裡啊？我們限位線在上粘板啊，不是用下粘板。你用上粘板線路哦。對，那這樣子我上粘板是不可能和下粘板產生這種微扭，對不對？那馬上就要裝了。而且我們注重安全，你看每個人戴安全帽，他們工廠的安全很注重。是的。這個是500了。那個是820，這個是500啊，這是500，它是熱銷車。這個是500F 啊，500F 對了，復古車就壓龍啊，台灣叫野狼啊，台灣叫野狼啊。你這樣跟他講，他就聽得懂啊，這樣最快啊。我跟館長剛好一樣大，我們有共同的回憶啊。剛才他這一下打失誤了。他要先把它打得很緊，打得很緊是，萬一它的軸承和車架裡面有間隙，我這一次打得很緊，把它給間隙給拉掉，拉掉，然後我再鬆掉，再打到這個不能擰太緊嘛，這個我們大概是打的幾牛，小幾牛，好，馬上含住嘛，你看，對，就是我們都全部是用扭力扳手來打，要求精度了，好，他馬上要裝上粘板了。然後包括這種觀眾工位，在這裡打的這個
扭力全部是要記錄在後台的。哦。現在呢，我們只是觀眾工位這樣做的。到後面我們新工廠搬遷了以後，我們每一把槍全部都有記錄，都有記錄。哇，天哪！它馬上要裝了。館長，這個你都是電腦數據，都匯到電腦。對。除了這樣子，你看它所有的零件都是我們中國做的。以前什麼避震器我們都要靠別人，現在不用了。重慶這些什麼剎車啊，什麼都是重慶這邊做，對，很厲害，都是國產件。你看到它現在就裝一個線位哦，你有裝個字距是吧？你看，如果不裝這個線位，其實我可以節約時間，節約時間看上去是節約成本了，對不对？但是你可能會有那個不好，就我剛才說，少年版跟着扭，你看現在它是線位線的少年版，少年版是不可能扭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你这個方法很聰明，沒想過這個事情。你看這個我們叫騎自行車去酒吧，該省省，該花花，對，就該花的地方一定要花，該省的地方一定要省。我再帶您看一個，我們比較會省的地方。你看這個倒插做得很漂亮哈。你看我們這個工位，我們也是要裝很多零件，它有方向柱，有軸承，有密封圈，有下連板，還有包括柱油，就是以前就是压连板，它是把這個立柱壓在連板上是一個工序，然後再壓軸承是一個工序，然後再注黃油是一個工序。我們現在是等一下他裝完這個看啊，我們又是一起幹了。我又可以節約很多那個位置，是不是？我又減少搬運。那你看我剛才那裡我是看上去是浪費錢，但實際上不是浪費錢，就是更有保障。對，多增加點成本嘛。但這邊我就可以節約成本。是，就是這邊呢就叫該省，那邊呢就叫該花，是吧？製程優化，製程優化。我這真的是每一個避震你都做個字距在那邊等哎。是的。哇靠，這成本也很高啊。他就把油給注了。對，很聰明啊。是的。然後他再交給下個工位，下個工位是幹什麼呢？因為這裡是2顆螺絲，2顆螺絲你打完這個螺絲哈，這個螺絲再打，這個螺絲其實扭力會下降的，你再打它，這個又會下降，所以我們連續打3次，很少有工廠會這麼做。去確認了，他就要確認這個扭矩沒有跑掉。不是，它是這樣子的，就是2顆螺絲壓2個螺絲裝1個連板，它這個螺絲打完了以後，這邊一定會鬆，這是必然的。你要確認嘛，等下所以我現在打3次，打這樣子，就確認它那個扭矩沒有跑掉了，很用心。哎，我看一下，他沒有疑問，沒疑問，那我們就不等他了。反正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子哦。OK， 我們到發動機去看一下嗎？好，走。發動機就是它冠軍的秘密，開發部是吧？發動機。你看這個排氣，排氣啊，這個排氣本來正常焊完以後它是會變色的，對。然後因為它就剛才我們說那個復古車，就你說的那個野狼，就露在外面的，對。所以我要給它全部做一次拋光，拋光，拋光以後就看上去就更漂亮一些。它的焊巴如果是仿曬，如果是趴曬，它就無所謂，因為看不到，包在裡面了，包着嘛，是的。你看這個是拋光很漂亮哦，對，你看真的很漂亮。哇，每一個細節都很注重，很在意的。對。哇，多簡單呢，這不簡單。對啊，做干呢，而且他也出來自己創業2年多而已。是哦。哦，你問他，你們倆以前認不認識啊？啊？你們倆以前認不認識啊？不認識。哦，是最近才認識的，是吧？對。那我也是你們2個的媒人嘛。对，謝謝你啊，謝謝你啊。是啊，有理。那我也是你們2個的媒人啊，說的好像那個。那今天晚上，那我們倆都是你的媒人，是吧？对，我們都是媒人，我們一起把它喝倒。上次很開心啊，真的，我覺得上次咱們一起這樣玩挺開心。是的，你要不要講一下那個漆水的部分？漆水是吧？要不要跟可以看一下，我們到那邊那個，你跟他介紹一下漆水吧。看一下到那個強光檢驗區。你有做漆水啦，台灣叫烤漆啦。烤漆，他跟你介紹一下。在這邊可以看到。
哇，不錯。這邊呢就是一個無影區，無影區就是方便檢驗員去檢測它各個部位有沒有劃傷啊，有沒有不良啊，然後也可以看到它哪個地方比如漆沒有烤好的，哪裡有瑕疵的就很容易看出來，黑色的，特別是黑色的如果在陽光下面，我們可以當鏡子用，所以今天沒有裝黑色的。然後他完了之後還要過那個測試機構那邊頂油門，對，這邊跟外觀進行檢查和初步功能檢查，然後到那邊呢就要檢查它的加速啊、制動啊、方向有沒有偏呀，然後前後輪胎是不是一條直線呀，燈光的高低啊都要看。張總，你從第一台上線，你是好像是那時候說是每多少就可以出一台，每多久可以出一台？我有點忘記了。120秒。120秒可以出一台，從第一台上線啦，然后120秒就一直出。哇哦！換線有一點時間。走，那我們去4樓。哇，它未來那個排氣管還有鈦合金的，更轻。他現在在做越野車啊，這個越野車，他現在在做這個越野車，未來要賣，對，這還沒開始賣，這已經開始賣了，剛接單了，然後馬上要發貨了。現在多少錢？29,980。12萬台賣，12萬台幣，哇，真便宜，真的。比进口車基本上要便宜一半，砍了一半了，但實際上我們的配置、性能、功率都是一樣的。對，而且我的重量我現在只有102公斤。100公斤。KTM 是101，本田是103。我們是全球第2輕的。全球第2輕。我的下一代我就要超過 KTM， 我要做全球第1輕。因為越野車呢，它越輕越操控越好，對，越好操控。因為它要飛嘛。對，是的。它要飛，然後它要在這些土路裡面，它要維持。對，如果太重的話，你車倒了什麼扶車，對，是的，真的累。對。館長，你知道他說水車是什麼意思嗎？你知道嗎？我不知道，就台灣以前說的無牌車啦。2000年以前沒我牌沒有牌，我以前就要搞這個。那台灣以前只能這樣。水車標準的來說，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游泳來的。對，水車大陸叫水車啦，大陸叫水車。以前只能這樣，沒辦法，以前沒有牌。來這邊，電梯在這邊。我們坐電梯吧，坐電梯，然後其他。不對，行，直播不行，直播它不管，你信号，那我們走楼梯吧。走楼梯吧，運動一下。運動一下。我看你應該是經常健身是吧？對。他是開健身房的。原來如此。走這邊吧，這邊。張總，這新工廠什麼時候好？預計明年底搬。明年底他要搬一個更大的，你說多大？那時候說多大？200畝。200畝。是現在這邊的4、5倍大了。啊？是現在這邊的4、5倍大嗎？這裡50畝，那相當於是。對。但50畝其實我是租別人的，我只租了一半。我知道。只有25畝。相當於是10倍了吧？10倍。明年底還可以再來一次搬新工廠大的。還有1樓，馬上到了。沒事。想不想去看一下我們的研發車間？好。但是我這樣子就是我們只能我們幾個人進去看一下，就是因為裡面全是生密，就是鏡頭不能跟着進去。收音就好。對。高陽，我帶館長到那個研發去看一下，但是那個所有的機器不准進去，就是我和館長2個人進去就行了。所有的攝像機全部在外面。都可以。稍等一下，我系個鞋帶。開吧。攝像機不要進去啊。攝像機別進，我跟着進了。OK。你們出是從那邊出是吧？從那邊出。好 ，OK。這邊呢，大概可能有200多個工位，是。然後我們的工程師基本上全是年輕人。而且我就是
我拿了10%的股份，然后拿出来分给这些核心工程師、高管、骨幹這些，大家幹起來就有勁兒，是吧？是。好，我們從那邊出去。這個是我們正在開發的一個低級別的入門車，就是油冷的這種狀態，人民幣大概可能會賣個17000-18000左右吧。哇人民幣單缸的是吧？350單缸350的啊。是的。這是攀爬是吧？這個不是攀爬，這是就是越野車。越野車是吧？它也會有滑胎版本，也會有越野版本。了解啊，這邊。今天看到機密的哦，人家也在開發。我再帶你們看一下仿真吧。仿真在這邊。就是我們所有的零件設計完了以後啊，我們要在軟件裡面對它進行模擬的這種計算，它的強度啊。